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于啊。今天台湾一开盘就没事做，一开盘直接跌停，台积电跌停，台子期也跌停哦。然后各大股票，万海什么你想得到的，很多都是跌停。你手上的持股如果没有跌停的，算你好运哦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想要借着这个全台湾都跌停的时间，跟大家聊几个有关于资金控管的事情。我相信大家都有接过银行打电话给你的那种电话，说：“哎，于先生，请问你要不要借钱啊？我们利率很低哦，可以借钱来投资啊，等等的。”然后你现在有没有点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听信那个借钱投资的话？如果你当初跟银行借了一笔钱，然后丢进去1000多块以上的台积电，你现在已经哭哭了，因为刚刚是848，对吧？那这中间来回20%的价差，你自己承受的亏损，但是你跟银行借来投资的钱却是全额，还要加上利息的还银行。所以过去不是有一段时间，大家会说啊，把钱拿去还房贷是最笨的事情。如果你把这笔钱拿去选一个投资报酬率多少多少之多少的标的物，你看一年下来，房贷才2%，你那边如果赚5%，你这一来一回你就多赚3%，耶！现在会不会有很多人开始在捶心肝，想说：“哎呀，早知道我当初若是把那笔钱还进房贷，我的房贷就可以少缴一些，利息可以少缴一些，还不用承受从上面掉下来这种凹单的亏损。”哎呀，我们就要来聊到资金了。你知道有钱的人，他同时间在买股票的同时，他也在提早还房贷，你知道吗？真正有资本的人，他才不会刻意的去要求什么资金利用率，100万的钱要用到200万的能力，要扩大到300万的额度，不用。他们甚至是用1000万的钱在做100万的事情，用5000万的钱在做1000万的事情。大资金、大法人们，你自己去看各个法人的资金，他们都是用刻意很多的钱来做很小的部位，他们的杠杆是降低的。只有我们散户才整天在那边想着放大杠杆，100万最好可以用成1000万的额度，耶，以小博大，耶。只有我们散户才在这样子想。你越这样子想，你越容易落入市场的这个漩涡里面，跟着转不出来。所以，如果你在这次的股灾中，你没有办法很轻松的抱着你的部位去睡觉，那就代表你下太大了。这很简单的方向，你下到大到你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，然后连还没开盘前1个小时就很紧张，开盘了没？开盘了没？开盘了没？到底我什么时候要进？一开盘跌停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跟老婆交代？怎么跟老公交代？怎么跟爸爸妈妈交代？这可能是他们的钱，哇，对吧？痛的要死，你最后只能选择眼睛遮住，什么都不要看啊！明天再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明天的事，你也只好这样讨论 s 了呀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现在持有的这些部位对你来讲会很紧张，我其实很推荐这些同学们，你一定要去使用我们常常在讲的那个考试的这种平台。为什么？像 Top Step 有关 Top Step 的资讯，大家自己看那个底下的说明区域在布朗尼的网站里面，他讲得很清楚，所有的游戏规则，你该知道的，它上面都有，大家就自己去看。我讲的是讲为什么我会鼓励你承受不起这样资金的人去做这些事情。第一个，你只需要使用刷卡，一个月刷卡了不起$100多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账号。你就算用这个账号去乱做，对，我故意乱做，啪啪啪啪乱按，你这个月输掉了不起，你输了$3000在这个模拟账号内，但是你实际上的亏损就是那个月费而已，那个$100多的月费，美金$100多，你不用用真钱去承受真正的亏损，你就可以知道原来这个市场我的交易法是不对的哦，原来我的心是不对的。你不用花$3000才认识自己，
你花100块、150块美金，你就可以认识自己了，对吧？但是有个前提哦，因为我曾经遇过很多人，他听老于的话，老于说用这个平台很棒，可以，就他赔了以后呢，他有一个重置的按钮 reset， 按一下就要花99美金，所以呢，就跟我们玩游戏一样，有没有？就是完全没有真实感，我就乱按，赔输了 reset， 耶，重来又复活了，投币就好了。所以他一天可以 reset 50次、100次，大有人在，一天哦。一个是99美金，你算100好了，50次就5000美金，就一天。你只是换个地方赔而已，你没有赔比较少，你懂吗？当然了，相对起股市动不动就100来万来讲，对这边算少没错。但是你的心一直揪进去以后，一天刷卡可以刷个10万块，2天刷20万，3天30万，你去看你的户头承受不了，对吧？你敢跟你老婆说你3天刷卡刷了30万台币，就只是为了考试，你老婆肯定把你吊起来打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使用这种平台，并不是要你去把它当成赌博平台，不是，我是要你拿它来正视自己的缺点，拿它来发现自己有问题的点。好，我不要用10万块美金才知道自己有凹单的缺点，我用1000块以下，我用500美金以下就发现自己有凹单的缺点。那我要如何修正？如果你厉害，你修正了起来，那你正好在人家的平台继续把它做下去，你通过他的考验，他给你一个账号，你可以出金，对吧？而且就算你他的前1万美金都是你自己的，你用他的平台做到了前1万美金，你可以拿出来，好多同学都拿过，对吗？那你要唯一的成本是什么？就是前面的考试成本，对吧？就算你把考试成本好了，你花了半年的时间考试，1年好了，1个月花100美金，1年也不过才花1200块美金，你一直都考不过，你用这1200块美金，发现你这一年的什么？哇，原来我一直都有过度交易的缺点，这个月赚起来，下个月赔掉，这个月赚起来，下个月赔掉，我要如何修正我有问题的这几个缺点？你们不用找我学，因为你找我学也无法修正你的缺点，你的这些人性上的缺点需要透过你自己每一次自己踩的地雷，然后这个地雷好痛，好修正，哎呀又踩一次，好再记一次，修正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快速的就调整好不要踩地雷这件事？因为我们过去踩的地雷都是真钱，用真钱踩出一个100万的地雷，告诉大家这个洞不要踩，这样踩下去，这样做下去你会赔100万。所有的这些都是真钱累积出来的。而现在大家运气很好，科技这么进步，有这种模拟平台可以让你测试，你去拿它来测试自己的心。在这种大波动时代，你可以不需要拿自己的真钱去测试，你拿他的假钱去测试，测试对了你有得分，你有通关的机会，测试错了，好，就是那个钱而已。我现在先不管交易法，我不管你怎么做的，我单纯在讲那个人性。所以我会一直都保有一个考试的账号。对，为什么？那个考试账号是我拿来乱做，拿来测试市场用的。这边要摸一下，好，摸一下，摸对了，这边开始差不多咯，再回到我的真实账号去做长线的，做大波段的。因为我在这边开始试水温，水温对了哦，长线这边可以开始布局。用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样子的对我来讲很方便，很轻松。那更不用讲说还有机会发现你的问题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我刚刚会推荐那些承受10几万台币、20万台币就觉得好痛的这些同学去使用这件事情？因为你的本金本质上不够，本金不够不是你的问题，大家都是从本金少开始这样一路做起来的，对吧？但是本金不够还全压就是你的问题，懂吗？
本金不够，你最大的目的其实应该是保护你的本金。本金已经够少了，你还给他全压啊？如果瞬间压到从100%到零，人家说什么啊？没钱才要压大，错。那些没钱压大的，到现在还在没钱。你必须要先有能力累积到某个程度的本金，有钱才有胆，才有胆乖乖的遵守交易计划，乖乖的赚也乖乖的赔。你连那个有钱才有胆的那个基本门槛都没有的话，对不起，请去找 Top Step 这种平台是各位的福音，因为你的资金不够，你去这边锻炼你的心以外，锻炼你的技术以外，你还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从这边做起来，让你可以达到通关以后可以领钱的这个刻度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而这个通关的过程，大家不要只看结果，它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协助你养成一个好习惯。赚一天不用赚太多，赚到这边差不多够了，收工。赔也不能赔太多，它会限制你当日的亏损的限制。对，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在帮你把错误的习惯给雕掉，借由这个考试的给你一个规矩的过程，帮你培养正确的习惯，赚的时候抱久一点，赔的时候很快的砍掉，对吗 ？OK， 资金大资金小，这个交易差很多。对于一些，例如说我们大家的股票都下跌，所以郭台铭手上的股票，他的鸿海也下跌啊，巴菲特的股票也下跌啊，他买的银行股也下跌啊。所以对于全世界来说，每个人手上的持股通通都下跌，没错。但是有些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有些人却可以老神在在，他认为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就跟我昨天写的那个文章一样，跟你吃的部位的多寡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所以你现在会不会庆幸你自己？还好我没有把我全部的家产丢进股市里面，不然现在就要睡公园了。那些只丢1/10的人，他们现在很开心啊，因为他的全部的家产，假设他有3000万的家产，他只丢300万到500万进股市，就算这300万到500万赔了一半好了，我讲很多赔了一半，剩下150万，他的资产是3000万的人，然后他只丢300-500，然后丢300剩150，你觉得他会怕吗？没有啊，照样去吃饭啊，照样去游泳，照样去爬山啊，他完全没有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他的救命钱，这不是他全部的家当。但是往往散户们，我们过去都是散户，都喜欢小钱玩大车。拜托，请从今天开始练习大钱玩小车，你才赚得赢，好不好？降部位 ，OK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给大家，祝大家交易顺利喽，拜拜。